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香菜是一种很好的提味蔬菜，平时在做一些汤、鱼、火锅、凉菜等菜肴时经常会用得到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当然也有部分人不喜欢香菜的味道，因人而异。那么家里平时买的香菜一般都是商家捆好的，每次做菜又用不了多少，买回来后不能及时吃完，时间久了就会腐烂变质，不得不扔掉，属实有点浪费了。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几个保存香菜的方法，即使放1年，叶子依然新鲜翠绿，不会变味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。首先把买回来的香菜菜梗部分给截下来，保留完整的根茎部分，还有一些刚刚长出来的小嫩芽。将所有的香菜都像这样剪下来。香菜有着独特的香味，越嚼越香，吃一口的回味无穷。但是香菜就是有个毛病，买回来如果不立马吃，放1个晚上，很容易就蔫了，叶子变得皱巴巴的，水分、香味也不如刚买来。不少朋友会表示，那拿回家之后，放冰箱里冷藏着不就好了吗？买回来的香菜，直接放进冷藏室，表面看起来是凉爽了，但冰箱的冷气会加速水分蒸发，让香菜很快发烟、发黄。可见把香菜直接放冰箱，这种做法是不行的。那么该怎么保存香菜呢？我们来看方法1。平时我们吃香菜都是吃叶子部分，香菜根就丢掉了。其实香菜根我们可以将它保留下来，让它再次生长。准备几个塑料瓶，如果你用的是饮料瓶，一定要彻底清洗干净之后再来使用。将塑料瓶从靠近瓶口的位置剪开，大家在剪的时候要小心一些，不要弄到手了。这样剪下来之后，塑料瓶就改造好了，现在就可以用它来种香菜了。先在瓶中加入半勺的白糖，再来整理香菜根，根据香菜根大小，4到5根为一组。插到塑料瓶的上端，从剪开这头穿过瓶口，让香菜根全部露出来，这样根部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。全部弄好之后，把它放到瓶子里边。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可以没过香菜根就可以，不要装得太满。这样香菜就种好了，只需要把它放在阳台上，或者比较温暖的地方，里面的香菜就可以自由生长了，不用多长时间，新鲜的茎叶就可以长出来了。这里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里面的清水，我们要每隔2到3天换一次，要保证水的新鲜度，防止香菜根部出现腐烂的情况。白糖可以提供一些营养，促进香菜生长，对水质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。香菜本身自带一股独特的香味，这种香味对于人类来说是香的，但它是虫子所不喜欢的。一般情况下，香菜感染病虫的几率是非常低的，所以想自己种点菜，可以选择香菜，不用施肥，只需要定期更换清水。香菜长得差不多，就割掉上面的部分，香菜还能继续生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香菜了。
方法2，将香菜放入到大盆中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可以没过香菜就好。再加入适量的小苏打，将小苏打搅拌溶解，把香菜浸泡8分钟。香菜腐烂发烟的速度之所以会这么快，一方面是由于天热，导致香菜中的水分大量蒸发，另一方面是香菜根上残留的泥土和细菌大量繁殖，加快了香菜腐烂的速度。所以无论保存香菜的方式有多少种，我们都需要先把买回来的香菜清洗干净，但单纯用水清洗并不能把香菜完全洗干净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往里边加入适量的小苏打。小苏打是厨房常见的多面手，不仅可以用来发面蒸馒头，还有着不错的清洁杀菌功效。这样不仅能去除香菜表面的灰尘和杂质，还能保持其翠绿的颜色。现在再换水来漂洗一遍。洗干净的香菜需要进行晾晒，将香菜铺在肉篮上，沥干表面的水分。这个过程可以让香菜表面的水分完全蒸发掉，避免后续存放时出现腐烂或变质的问题。准备一些保鲜膜，将香菜分成小份，1份的量够1-2顿，或者1-2天。用保鲜膜完全的将它包裹起来，尽量包得紧一些，让空气不能流通。香菜叶比较脆嫩，在包裹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如果把香菜叶弄坏了，香菜就容易腐烂。保鲜膜也要选择大一些的，不要折到香菜叶，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。处理好之后直接放进冰箱，这样保存的香菜放半个月、1个月都还是新鲜的，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就可以。保鲜膜包裹着，香菜不能与外界接触，这样就阻止了香菜消耗自身的营养，香菜枯萎的速度也会变慢，同时还阻绝了外界细菌的污染，香菜不容易变质，更加有利于保存。用这种方法保存香菜很有效果，又简单又实用，快试试。方法3，把晾干水分的香菜切成小段。香菜一定要彻底晾干水分，一滴水都别留。提前切成小段，方便用也方便存。接着再准备密封罐或者保鲜袋，不管用什么容器来装香菜，一定不能沾油或者是水，这样才能延长它储存的时间。装好之后就可以将它密封起来。如果冰箱空间大，尽量选择密封罐，这样香菜不会被其他食材挤压到。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就可以，这样放1年都不会变质，用多少取多少，每天都有香菜吃，非常的方便。那么有些朋友就会问了，香菜冻时间长了，不会变成一坨坨的吗？其实完全不用担心，只要清洗香菜之后把水分控干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取香菜的时候一定用多少取多少，不然多拿的部分在外面化开之后再放回去冷冻，就会很容易变质。在食用的时候，冷冻的香菜也不需要解冻，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用了，不管放多久，味道都和新鲜的一样。以上的方法您学会了吗？快收藏起来回家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
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